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为什么立春了还是那么冷啊？为什么立秋了还是那么热呀？蛇的毒有多毒？毒了怎么办？到底是为什么？天天向上奇趣研究所来了！中国24节气研究所带你探寻节气密码。立春2月份怎么可能开花？我觉得惊蛰不一定是打雷。立秋黄吗？萤火虫的翅膀不是红色的，这个应该也错了，我觉得，因为清明大家都去扫墓了，没有人划船了。我要是搞一个奇趣研究所，我就研究一下你。一点一点往北走，大概公里，每天都是春天，夏至就是每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气候学家浪漫起来真的也没谁了呢。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揭晓中华上下5000年的食学奥秘。怎么分座位嘞？对，不同的宴饮场合呀，这个座次也特别的讲究。中国的双筷，它不是一个麻烦不麻烦的问题。蛇商研究所突破你对蛇宝宝的认知壁垒。哇天哪！这个喷毒了，喷毒了！我靠！这条来自于虎扑蛇当中最毒的一个品种，最毒的。对，现在我们看这个蛇毒有多毒。哦，它张大了嘴，勾着咬的。现在就把这个蛇毒给它注射到蛋黄上面，它已经坍塌了。真的只能走5步就倒下吗？这个问题我等会儿告诉你。刘烨，我告诉你，你真的今天晚上别提问了，人家回着走。今晚天天向上，拉满你的好奇心。让我们掌声有请天天奇趣研究所所长汪涵。电视机前还有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我们今天呢，天天的奇趣研究所正式开张了。我们的小兄弟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呢，要我们一起展开这个研学之旅。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广纳新生啊，欢迎我们好学姐弟，我们的刘烨、浩源以及秉祥，欢迎，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这个自从上期节目播出啊，大家就觉得刘烨特别的可爱啊，问出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我主动申请来的，因为是吧我觉得我确实知识面还不够广，哇，可以来学习一下。但是你问的问题很可爱啊，对，浩源呢是我一直都非常非常欣赏和喜欢的这么一个年轻的朋友，我们一起在2年之内，我们做了2季节目，在这2季节目当中呢，我相信所有年轻的朋友都已经感觉到了浩源那种非常丰富的那种知识。秉祥呢，自己平常或者是小的时候，会不会对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想去深入的？对，我是属于实践派。我如果好奇的东西，我会亲自去实验它。5步蛇咬了以后，是不是只能走5步？唰嚓咬一口，4步半，只走4步半，我就不信。
既然我们是这个奇趣研究所，那我们正式开走之前呢，我们当然要请上一位在读的研究生进行开题的演讲。我们掌声有请浩源。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李浩源，是一名在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最近啊，法学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门，大案要案，光怪陆离，听得各位十分过瘾。有一个哥们儿曾经问我说：“哥们儿，你学什么的？”我说：“法学。”他又问我：“你是研究那个专治老赖欠钱不还？”我微微一笑，摇摇头。我对他说：“我研究的是法院里的椅子。”刚刚他还是星星眼，这个时候他已变得哑口无言。诸位可不要小瞧这几把椅子，法院的装饰和装潢绝对不是率意而为，每一个元素后面都有特定的设计理念和相应的功能。举个例子，法庭中按照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设计了高低不同、舒适感不同、位置也不同的座椅。就拿这几把座椅来说，他们根据不同的身份地位，设置了不同的高低、不同的舒适程度。中间审判长的一把呢，更是有一个高高的椅背，彰显的是审判长的权威。而在面前还有书记员同向邻座的桌椅，这样可以提高听到两边声音的效率，也防止串通。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他的座椅就显得比较局促，但是也有坐垫，其中体现人情的关怀。所以啊，你别看我谈论的是椅子，其实谈论的是法律权威的彰显。全国有数以千计、多姿多样的研究所，那里有科研人的大海星辰。今天我就带领大家去叩开那些奇趣研究所的大门。谢谢大家，我是好奇心青年代表李浩源。太优秀了。俗话说呢，好奇心呢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啊。那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位同学，从小呢就是对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好奇心。来，吴泽林，你来说说，你小时候都干了一些什么？我小时候做的这些事情呢，大人就是不可理喻，因为就是家里人都会跟我们说一些话，比如说，哎，这个千万不要碰哦。好，那我明白了，那我一定要试一试。就比如说那个冰箱的门里面有一个灯，你知道吧？对，我一定要看那个灯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灭的，我就很好奇。然后还有第二个是那种泡泡糖的粘性。那个绿箭的粘性和那个比巴宝的粘性是不一样的，就是把它粘在墙上可以拉的长度是不一样的。他说话的时候真的脸上就写没干好事儿几个字，就非常生动，就是还粘在墙上。就是我爸说你千万别这么做，这样做有点危险。我说哦好，那我就去了。那你爸爸有没有就是以此来激励你，你千万不要把学习成绩搞好？但是你这句话听得很认真，对不对？对。好，那这个我可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如果大家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成立一个属于你自己本心兴趣所在的奇趣研究所的话，你们分别想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所？现在我们就是通过声音传播就可以用电话嘛，或者说视频就可以图像传播，但是我们传播不了这个气味，就是还有这个风吹来的感受，我们没办法感同身受。就是有一天，我妈去爬山了，然后我在家睡觉。然后他给我打个电话说，哇，空气好清新啊，这风吹来的感觉很好，没办法感同身受。你想研究什么呢？就研究有一个可以传输气味、传输身体这个感受力的这种工具，体表感受。对，这个很有趣。这你一定要知道，好奇就产生了科学，就是好奇心。对，来吧。你想研究什么吗，吴泽林？我感觉他们你怎么站起来的时候都有点像弯腰来。我最近有点感冒，我就想研究一下那个鼻塞，因为鼻塞总会有一边鼻子是通的嘛，然后我总是堵左边，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要注意了，如果你老了以后，就是万一中风什么半身不遂，肯定就是先左边。这又是一些什么知识？我觉得他左边的经脉可能不是很顺畅。我不用研究了，已经有成果了。我天哪！你看，20多岁年纪已经告诉你，你老年中风会瘫痪哪边？我还有没去百度上查，我感觉查完我要截肢了，你知道吗？浩源，你要是成立你自己的一个研究所，你想研究什么？我想研究怪癖。怪癖？对，人的怪癖啊！我有一个同学，只要投稿论文，必须选666、888这种时间去发表。
所以有几次他就把我们全宿舍都吵醒了。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是北京时间，你早上6点6分又6秒。哦，就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对。然后他一定要选那个时间，多1分都不行。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强迫症吧？对对，强迫症。比如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整点再睡，比如说10点10分，我要到10分再关手机睡觉。哇，这属于心理暗示。我妈妈也是这样的，银行里必须要凑到整数，她才会觉得那一年存了钱。李湘，你如果自己要成立一个研究所，我想给我们家狗开一个研究所。它特别神奇，家人们，我看监控的时候，看见沙发上是一滩土，土旁边是4个空盆，仙人掌不见了，被它吃了，真的被它吃了。然后转头第2天，它就一只完完整整的袜子，吃仙人掌吐袜子。对，你们家的狗是个魔术狗，可能是别的时间吃的，所以我就特别想研究一下它的为什么胃口这么好。哦，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想做的一个奇趣研究所。今天我们想从天天奇趣研究所毕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本期节目呢，我们的好学姐弟团还有我们的小兄弟队啊，要经历3个奇趣研究所的3场大考，累计分数最高的队伍才能够获得我们这个研究所的非官方正式的研究生证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3大奇趣研究所来看看他们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哎，古代有天气预报吗？到底怎么报？是谁来报啊？为什么我们一到节气就要吃饺子？为什么立春了还是那么冷啊？为什么立秋了还是那么热呀？啊？到底是为什么？这个音乐好熟悉。观众朋友您好，端午假期当中天气特点是热到不太热，雨水特别多。今后几天全国的降水依然会呈现这种大范围分布的状态。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24节气研究院副院长宋英杰。今天呢，可以跟大家聊一聊24节气。这标准的中华快到底有多长啊？古代就有外卖小哥了。全国酒量最好的省份竟然是他们来告诉你。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的赵荣光，我是研究人员周红成。我们今天带领大家一起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古往今来。蛇的毒有多毒，蝎的毒有多毒，怎么办？它会救你的。大家好，我是来自祁门蛇山研究所的所长汪胜松。今天我把中国5毒全带来了，接下来告诉大家如何以毒攻毒。我们首先跟着宋老师一起去他们的中国天气24节气的研究院探寻一下。宋老师刚才说是从小就开始学习啊，您大概最早接触24节气这个概念大概是从什么时候？5岁多一点对，5岁多一点。5岁，对，那个时候就开始背，因为我爷爷就研究这个。哦，您祖父？对。你别说，现在小学生啊，又开始把这个24节气歌拿回来，开始学了。有些学校就是它是那个8句：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楚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当小刀寒。然后呢，上半年是621，下半年来823，一月2节不更变，最多只差1、2天。就这8句是名称和日期。那比如说啊，有可能有很多朋友看我们这期节目说，24节气不就是24个名称？那具体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呢？它研究背后有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跟24节气各种关联学科有关的。当然，我们更倡导的是填补空白的研究。
比如说跟饮食应该也是有关联。对，跟饮食是有关联。那这个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研究所要研究的。对啊。2016年，咱们把这个24节气就列入了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它是进入到一个名录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但是，是不是就是24节气我们申遗成功了，并不代表就别的国家就不能用了？大概可以分3个层级来说吧。第一个，24节气当中的一部分节气全球通用，就所有的国家都在用，就是22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啊。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周边国家，尤其是受到中华节气文化熏陶的日韩、越南，对，就这样的。那他们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流变。比如说日本，它很忠实的沿袭了中国的24节气序列名称。那么像越南呢，它把24节气的所有节气名称都改掉了。因为我们跟它的气候不一样嘛，它要实现它的本地化的标注。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表征热的3个节气：小暑、大暑、处暑，它改成了什么呢？丹阳、骄阳、旦日。哎，你看挺传神的吧？因为它呢，低纬度地区，它的炎热季节更漫长，它呢谈不上是有炎热的季节突然就结束了，不是处暑就截止了，对吧？还没截止，那有什么变化呢？变化就在于，因为太阳高度较低了一些嘛，它那个热带地区毒辣的阳光好像没那么毒辣了。旦日，哎，这个很清晰，是吧？大家都生活在这个24节气当中，但是不一定有正确的认识。今天宋老师将会通过一道找茬题，给大家普及24节气的正确知识。那么在这一幅有24节气的这个图画当中呢，有节气图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我们请2队自行讨论，给出答案，找到错误最多的这一组就获胜了啊，积分的啊。好，开始，浩学姐弟队啊，跟我们小兄弟队。我们有它，对，跟你们说，我们有小百科，你不能看我们的。来，我们把它往这儿来。我们也有小百科，泽林不选什么，我觉得就是对的。我跟你说，我们这个队伍呢，我是这个队伍的大脑，但是呢，我就是经常脑部有点缺氧，所以。哦，那我也是啊，我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大聪明。我们就是组合在一起，肯定会赢。好的，好的，来，缺氧的大脑，请离边上站一下啊。我已经找到2个了，韩哥，来，找着标，找着标啊。我找到2个了，我看都没看清呢。这个是什么？确定吗？确定。这个是不是立春2月份怎么可能开花？还有这个立夏5月份怎么可能开荷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雨水它下的雨都是毛毛雨。没有太大，不可能不会对这个雨这么大，因为雨水是毛毛雨。什么时候下大雨是惊蛰？清明呢？这个应该也错了，我觉得，因为清明大家都去扫墓了，没有人划船了。我昨天说清明的时候大家都去扫墓了，谁还会划船呢？吴泽林，你有可能做完这期节目会被兄弟们要求你退出这个团队的。可以，我觉得我的作用已经发挥到极致了，兄弟们。我觉得都差不多呀，都。这是燕子，这也是燕子。随便选选吧。小雪的雪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大？因为你看小雪的雪跟大雪的雪其实没有差多少。你觉得呢？不，如果你在哈尔滨，不管是小雪还是大雪，它雪都大。就是讲的普遍情况嘛。我选白鹿。好。首先，宋老师看一看我们小兄弟团的。我是觉得有一个前提，不能说人家就是错，只能说它不具有最典型意义，可以，对吧？好，这个呢，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肯定是错的。那么你说的立春呢，2月4号前后，刚刚东风解冻，所以呢，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花花草草，对吧？第二个呢，雨水啊，它是降雨概率开始高于降雪概率，也是冰雪消融的这个过程。那物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我觉得2个，第一个呢叫春风放胆来疏柳，然后呢它的颜色是什么呢？
就是天街小雨润如酥，然后草色遥看近却无，就是它这个有点太隆重了，不能算是完全错误，就是有点瑕疵。你要是再往南一点，江南以南，我觉得也没问题。第三个呢，我觉得大家都没挑，这是我特别在意的。我们选了惊蛰。惊蛰吗？啊，你们选了惊蛰哈。对。我特别喜欢来界定这个，对于中国大多数地区来说，雷和惊蛰不对应，对，是吧？春分1后玄鸟之，2后雷乃发生，它是春分，没有惊蛰什么事儿。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它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对。然后呢，立夏的这个呢，显然是有点问题，就是对于中国多数地区来说，那个荷花的开应该是在夏至以后。毕竟西湖6月，对，6月中那已经都是大暑，风光不与40头。对，啊，然后呢，立秋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正确。你们陈述的理由也特别好，就是它就是绿的，看不出跟夏天有什么区别，只是稍微偶然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只是一个很偶然的。到了这个时节，立秋以后，凉风至，稍微有那么一点干爽，有那么偶尔一点点树叶，不会都完全变。对，啊，这个呢，北京这个时候还没下雪。那他们一共答对了？对了一个、2个、3个、4个，好，这个就不陈述了啊，1个、2个，这个有什么错吗？我想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嘛，其实应该下点雨。北边没有雨纷纷，南边有啊。然后呢，立夏这个答对了，1、2、3、4，这个也可以吧？这个人家不算错吧？打平，不能说那叫错误，只是说它不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我觉得任何一个研究院，它其实做的都是学术的东西。学术东西一定要严谨，你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能用普遍性来作为它的一个标准，你不能说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它还有南北方气候的变化。中国太大了，这样的命题它被叫做4真命题，就是有条件的限制决定它的结果。所以在这一轮，所以宋老师我们算是打平，对不对？打平，4比4嘛，各得1分，各得1分，我去把小橙花贴上。好，来又有问题了，袁永航。宋老师，因为我自己是特别喜欢旅游，然后呢，咱们国家南北的这个划分线不是秦岭淮河一线吗？如果我想去追节气，我买一张京广线的一张火车票，我可以感受到南北的这种气候的变化。你追节气很难，我觉得追季节可以。追季节可以。比如说以长沙为中心，好，然后一个人呢是从广州走到长沙，就整个这个行程，春天由广州、长沙到北京分2段，我们就按照广州的春天是1月27号开始，那长沙的春天3月9号，应该是差41天。我算得好快。广州和长沙之间有5个纬度，500多公里，不到600公里，有41天完成。一天也就走个10多公里，对，14、15公里。然后呢，他过了长江之后，从长沙到北京这过程，长沙3月9号入春，北京3月26号入春，16天。对，长沙和北京之间将近1400公里左右吧，大数吧，1400公里，1400公里除以17天。一天走个70、80公里的，对，所以呢，他在南方走的速度很缓慢。到了长沙，春姑娘都提速了。对，提速。大概你就是在南方呢慢慢走，你领着谁走我不管。然后呢，就爸爸妈妈。到了长沙之后，你开始提速走。回答完毕，大概。好，哇，上课了，特别过瘾啊，听着特别过瘾。若航，你以后啊，你就可以跟别人说，我最近在追一个姑娘，猜她叫什么名字？春姑娘。浩源也是读过宋老师的书的，对，27纸。宋老师觉得当时他们看到这些物候，和我们今天有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区别？有区别。一个呢是那个时候就试图用一个统一答案
界定全国的基本状况，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气候带跨度非常大，还有呢就是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其实最初还想把它弄成72节气呢，是72候。我特别希望物候能够成为24节传承的一种形象、直观、有趣味的这种表达。尤其孩子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哎，鸿雁来了，鸿雁又走了。我家的小朋友很喜欢看那个1候、2候，因为那个里面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虫子呀，还有一些动物，神奇的动物。对对。其实我在归纳24节气到物候体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有趣。天文那个刻度特别精确，我也不是天文学家，不行，归纳成气候啊，我也不是气候学家，这很难。归纳成物候，就变成一个非常鲜活的降维表达。对，你不知道别的，你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桃花开了，什么时候燕子来了，什么时候虫子出来了，什么时候青蛙叫了，什么时候樱桃熟了，是吧？都生活在你生活当中的各种鲜活情节是有序的呈现，有序呈现，这就太好了，而且很浪漫。对。非常非常的美好啊，4时的美感。24节气，我们聊了这么多，包括你刚才说的古人很多诗词里面，它有很多很多跟节气有关的。那接下来是这样的，如果说24节气当中，你们选一个来形容一下自己，比如说从我先说起啊，我觉得我小满吧，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词。你不大满是吧？这就没必要大满，就小满足、小确幸、小幸福。那你不希望自己是芒种吗？我现在就是太忙了，忙着种啊！我们湖南卫视太忙了，我们还是小满就行了。你们泽林，你清明怎么样？我不了，你惊蛰吧，你惊蛰吧。行，我本来想选小韩的，为啥呢？能吃饺子。哦，饿了。好，小韩已经饺子自由了，回头下去给你买。我应该会选夏至吧。北半球的话，夏至是昼最长，夜最短嘛。然后我比较喜欢白天，喜欢阳光。哦。然后我可以送你一个关于夏至的一首情诗。哇，夏至就是每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哇！我们台底下的女导演都捧着脸了。啊，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啊！气候学家浪漫起来真的也没谁了呢啊！宋老师，如果是您呢？我特别喜欢那个立春，立春它再说没有暖，它已经在回暖，给人以希望。希望。赵世霞有一个诗叫“人随春好，春与人宜”，做一个宜人的人。哦，哎，宜人之人。我们台上的3位老师，咱们也别闲着。赵先生，如果让你在24节气当中，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你要你有思想准备，那就没意思了。我闭上眼睛也可以选择。好，哪个？芒种，我种是为了收获，但收获留给别人。哇，老师的利益很高。周老师。我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我也非常喜欢立春，因为我总觉得给人以希望，而且冬天刚刚好像过去，万物复苏，所以真的是非常喜欢。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所以你想想看，春天对于人来说，对哈尔滨来说还挺远的。来，王老师，实际我们这个惊蛰有关，2月2。龙抬头，选择这个惊蛰，这个立夏或者是夏季呢，这2个我也喜欢。这个夏季是人的阳气往上升的时候，对，我们叫阳刚之气。实际上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呢，与这个阳气有重要的关系。老师，会不会是你喜欢那个立夏到夏至？是不是您研究的那些东西都出来了？蛇都出来了，有研究对象了。冬天它都在冬天。除了蛇，还有一个5月是吧？我们叫读5月。读5月哦，端午。对，首先各种毒虫都出来了，对吧？那么还有冬至，蛇要冬眠了啊，都跟自己研究的有关系。老师也可以休息了。对。我相信，就是做完这一节之后啊，很多年轻人会突然间意识到，在24节气背后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研究。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呢，通过这一期的节目播出以后，大家如果对24节气，包括它衍生的很多学科、跨界的研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报名到研究所里工作，或者是跟着一起去学习一下。我觉得完完全全可以通过24节气对中国大量的传统文化会有更深的了解，也会爱得更深。谢谢宋老师，谢谢宋老师，谢谢，太有趣了，太受用了。特别是刚才那一句极其浪漫的话，我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
哎呀，追到春姑娘后，在夏至和她表白。哎呀，李明阳，全部的时间都已经帮你想好了。我们刚才是那么浪漫的24节气，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今天的第2个奇趣研究所，亚洲最大的蛇商救治基地——安徽省祁门蛇商研究所。我们有请汪所长，有请。欢迎汪所长。汪所长啊，咱们这个主要研究什么？主要3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研究治疗各种毒蛇与毒虫咬伤的病人。是我们所近60年的呢，已经救治各类毒虫、毒蛇咬伤的患者的有11万例。16万。对。第2个呢，我们是研究蛇毒和蛇药来治疗这个病人，可以减少这个毒蛇咬伤病人的一个死亡率。就是用蛇毒来治那个药，所以真的可以做到以毒攻毒吗？就是从它的这个血清里面提取出来，实现抗体。对，这个我等会儿再讲。第3个方面呢，别着急啊。第3个呢，就是蛇与蛇毒可以治疗其他更多的一些疑难杂症。就不单单是蛇咬伤的病，还可以其他的一些疑难杂症。老师，什么样的疑难杂症？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外流行的用蛇毒去戒毒，非常热门。戒毒，对，戒毒。蛇毒呢还可以抗肿瘤。抗肿瘤。对，我们从中医上讲，这个肿瘤就是湿毒、毒瘤，对吧？那我们做一些研究发现呢，这个蛇毒就有非常好的抗肿瘤作用。蛇本身就入中药吧，对不对？对，这种小的蛇的肝质，然后炮制过的后，一圈一圈的卷在一起，那是蛇肝。蛇肝。那么你讲到的蛇肝，我们中国人一定会想到什么？五步蛇，对吧？泡酒。真的只能走5步吗？就倒下吗？泡酒。这个问题我等会儿告诉你。刘烨，你问的问题都是别人想等一下告诉你的，你不要着急，你再走3步，你试试看。李时珍呢，专门为这个奇蛇写了一个传，叫《白蛇传》。《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对这个奇蛇特别的推崇，他就认为奇蛇乃蛰风之要也。蛰风之要也。什么叫风呢？这都是我们现代医学一些西医比较难治的病。你比如说白癜风。破伤风，中风，痛风，我就痛风，风疹，就是找不出缘由的，抵抗力下降导致的风疹、风湿。你不着急，等一下再告诉你啊。李时珍就讲了，他乃蛰风之要也，实际上他治疗这些风症能治非常好的效果。要不是这样啊，除了治病，蛇还有各种大家想象不到的功能。这3条当中有一条就是错的，来，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哪个是错的？来，小兄弟团跟我们的好学姐弟团，我选 A，A 是对的，A 绝对是对的。5秒钟，5、4、C。好，来，我们这边也是 C。3个问题呢都是很普遍的，大家关注的问题。那么这个红外作为它的这个检测器就是根据蛇的一个红外成像，对红眼，以及蛇对这个周围的这个温差的一个辨别，这个原理做成了红外。你比如说五步蛇、响尾蛇，它的这个红外感受器可以感受到环境的1/1000的温差，1/1000的温差。对，这个第2个呢是根据响尾蛇的这个红外的原理，造成了一种能够精确制导的响尾蛇导弹，这个是对的。食的时候的这种制导的原理。对。第3个就是错的啊。第3个呢，我们先不回答，我们现场来做一个实验，验证一下真伪。来做实验，还要再请一位蛇嘉宾上台。蛇嘉宾，上真家伙。这里面是蛇。等一下，白蛇娘娘被缠住了。哪个？哎呀，这真的这么巧哎！天哪，里面装的是蛇，白蛇走不了。你看，拼命的拔都不行。你看，哇，落荒而逃哎！白蛇老师。好，大家先不要看里面到底是不是一条真的蛇，我们待会儿会把这个打开。
我先不录了，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游戏，叫做恐怖箱。好，都往后退。只有现场的和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才能在这轻柔的音乐声当中看到它的样子。啊！真的是蛇吗？是蛇吗？谁自告奋勇？看它是真蛇还是什么都不是。吴泽林，你敢不敢？来。不要！我觉得肯定，别冲动。我觉得肯定不是真蛇的，不然韩哥不会让我试的。节目组会保护你们的，对不对？对。我听说老师是开车来的，真有可能，因为没有能够上飞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不吓你们了，让你们见识一下。3、2。周老师怎么了？表情控制，面部表情控制，太可怕了，像个塑料的一样，我的天！周老师是不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一条眼镜蛇？对，我甚至觉得有点可爱，为什么？甚至觉得有点可爱。哇天哪！哦，攻击，他开始攻击了，这是喷毒了，喷毒了！哇，这个是哦，这是毒液啊！对，我要拍张照。他居然配合你拍照，韩哥，配合，他看了你的镜头，配合。他不是眼睛不怎么好使吗？近视眼。好不好使？我们这个先一会儿再告诉你。我们再来。刘烨，我告诉你，你真的今天晚上别提问了。本来老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说出来的，你一提问就是等一下告诉你，就不想说了。这个葫芦丝能不能来？来，葫芦丝能来。吴泽林，我不会葫芦丝。你要转，你人要动，看他会不会跟着你的葫芦丝动。人要动，对，你要转圈圈，你人要围着走。泽林，你绕他转一圈。不是你绕他转一圈。谁让看你背面？转一圈，你转一圈。你把他整睡眠了，他睡。他在找我。好了，这是音乐，有没有谁会舞蹈的？跳个舞。哎，这个我可以。来，比下。来，音乐。还有地板动作，还有地板。哇！到你了。哎，朋友，到你了。蛇被整懵了，怎么回事？蛇真的整懵了。好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好。蛇对声音的敏不敏感呢？好像不敏感。眼镜蛇听觉不敏感。那我刚刚不就像个傻子？我也是。印度那个吹笛子啊，它是人在动。哦。看到人和笛子在动。然后一个乐声呢，它可以把周围的气氛调动起来，并不是因为真的是笛声它起舞。虽然第3题是错的，第3题是错的，第3题是错的。哦，原来如此。那刚才这道题目啊，各自又答对了，对，又是一朵小红花，好不好？对。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一步步走进这个蛇的世界。我首先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我们场上的怕蛇的请举手。好，一个。啊，你们都不怕？真的都不怕吗？都不怕。我属蛇的，我不能说我怕蛇。嗨，你好。那是因为隔着玻璃啊，对。那接下来，王所长，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蛇？我们一起来好好的看一下。哇！这是老蛇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条蛇叫五步蛇。这是五步蛇。对，那这条来自于黄山祁门的奇蛇，又是五步蛇当中最毒的一个品种。最毒的。对。它到底能不能走5步？老师。那么下面我给大家问一个问题：五步蛇咬伤，是不是5步之内就会
死亡。这个答案我们等下告诉你。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老师不回答我，因为这是他的问题。这个五步蛇，我们为什么叫它叫五步岛呢？这是一种贤俑，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五步蛇里面，它确实有一种特殊的酶，这种酶呢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的皮下，引起一系列的电生理的反应。那么有的老百姓告诉我，走几步就真的倒下了。哎，大家看那个蛇的这个下窝，就是眼睛和鼻纹中间有一个洞，这个洞呢就是叫下窝，是红外感受。哦，就它的红外感受的那个地方。对，它是通过这个红外成像的原理啊，通过这个温差，它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老鼠。这条蛇算是很大的吗？这条蛇是正常的这个五步蛇，我经过增大了有20多斤，20多斤，长呢有这个2米，2米的五步蛇啊！哎，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五步蛇的这个毒应该特别毒吧？那你们取毒的时候应该怎么取呢？那我们现在请我们这个，不是，那要不我就不问，老师把这段剪掉我。那我们现在请我们这个我们研究员王涛老师，啊，先把这个毒取出来。来，各位向后退，向后退，再退。那把这条蛇抓起来，给大家取。有，走远点，把眼镜戴起来，因为它那个喷蛇毒的时候对，安全，把这个眼罩戴下，这个很安全，我们把所有的安全保障都做好了。直接上手。对，过去一点，对，让这个蛇牙齿咬这个器皿，看，哇，是勾着咬的。对，蛇毒起来了。那你看这个五步蛇啊，我们叫五步龙，它的这个鳞呢是龙鳞。对。周老师，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它的鳞片？谢谢你的好意，谢谢您的好意。哦，您客气了啊。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实验，这个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现在我们看这个蛇毒有多毒，我们来做一个这个鸡卵黄的溶膜实验，看看这个蛇毒呢能不能穿透，相当于这2个人体的细胞能不能有穿透作用。这是人体的细胞。对。这不是蛋黄？它这个卵黄膜啊，就类似于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哦。对。现在我把这个蛇毒把它吸出来。对。这一点蛇毒应该足以致人命了吧？这个可以咬死一个人。现在就把这个蛇毒给它注射到蛋黄上面。我们是一个是参照的，对吧？一个滴蛇毒，一个不滴蛇毒。好，我们观察一下，就是它一会儿呢，它这个蛇毒就能穿透进去了。它如果不破，就是我们遇到的最坚强的一颗蛋黄。啊，它肯定会破的，肯定会破的。它已经开始坍塌了，它已经有点坍塌了。你看这2个放在一起就很明显了。右边那个膜还是完整的。它不能碰到它吧？它一碰到它，你看，对，你看这多明显，就相当于人类红细胞已经破了。它有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有可能就达到那种效果了。哇，刚才被那个老师一折腾，头都变黑了，烦死了，破坏了我的发型啊！今天啊，王所长还带来了非常珍贵的一套五步蛇的标本，我们一起来看看毒蛇之王的成长过程。哇，这2个女孩子也是胆子大呀！我真的觉得这2个女孩子胆子大，换的别的女孩来推，她都不敢推上来。这是从这个五步蛇的它的蛇卵，到它的幼蛇，到它1岁、2岁、3岁，然后到它成蛇。韩哥，你来看看，所有的五步蛇，你看，你看一个鼻纹，有个鼻纹，对吧？对，往上的，对吧？小尖嘴儿啊，对，往上的。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五步蛇的幼蛇也是有剧毒的啊。对，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它刚从这个蛇卵里面孵出来的幼蛇，咬一口，天生就是剧毒。对，是的。那老师，这个五步蛇这么毒，那它岂不是没有天敌了吗？它的天敌就在这儿，就在眼前。蛇的天敌啊，
是老鹰啊，对吧？猛啊，这一些。那么在山区呢，这个老鹰和猛很少。那它的天敌又是什么呢？野猪。对。哎呀，真厉害，真厉害！不愧是属蛇的。这个野猪啊，它就是这个冬天啊，皮糙肉厚。对。它就闻了这个五步蛇的味道，然后就拱。哎，那我想知道，比如说野猪它们吃了这种五步蛇，那对啊，它是把那个有毒的地方给避开了吗？不是，世界很多动物它经常吃这个蛇啊，它体内会产生一种抗体。哦。今天呢，汪所长还带来了毒蛇全家福。全家福，让我们一起来开开眼界。我们来看一下，小青，哇，小青推着小青上来了。这个是很毒的竹叶青。先看一下这个蛋呢，它真的已经破掉了。你看啊，本来这一个蛋坍塌了，但是那个蛋碰到了这个蛇毒，那个鸡蛋表面上的蛇毒，所以蛋黄也跟着一起反应。哇天！哇，这个蛇漂亮！哇，这个蛇漂亮，好可爱啊！这个我们这个黄山地区采茶，很多那个茶叶上面就有这个青蛇，还有夏天的那个雨季。那个竹叶青呢，在那个竹林里面，它这种颜色它是适应周围的环境，这样起一个隐蔽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是蝮蛇，这是我们国家分布最广的，就是北京地区也有，以及我们到了最北方的，你比如说乌苏里江，就有乌苏里蝮。这个老铁头呢，是一种在我们安徽大别山区新发现的一种物种，它叫圆毛头蝮，它和五步蛇是一类的，血液毒。圆斑葵蛇呢，它这个蛇呢，它是一种也是血液毒，造成我们这个肾功能的衰竭。这是玉斑锦蛇，我们又叫美女蛇。美女蛇。对，这个是俄罗斯的白化的一种蛇，它的毒性会低一些。这个是眼镜王蛇，专吃各种眼镜蛇的。它自己是眼镜蛇。对。这个是最小的蟒蛇了。最小的蟒蛇，对，蟒蛇这个东西，我看到蟒蛇都老大的，对不对？那种森蟒，这个我太熟了，这我们家进过这个东西，啊！以前我们家的那个版纳住的时候就进过那种大的森林蟒，缅甸蟒，那个很大很大，那不是可以缠在脖子上那种？那没有人会把它缠到脖子。然后呢，到了你们家以后呢，就盘在卫生间里不出去，我觉得可能是卫生间里湿度比较够，然后就搬家到了昆明啊，对。就后来是请专人来把它带走，然后也问了，其实是从边境过来的。这就是银环蛇，头圆的那一种。对，这是银环蛇。银环蛇它是一节黑的，一节白的。这个也毒。但是这个蛇咬人呢，它有个什么特点呢？不红、不肿、不痛。虽然这个蛇要提示很多老百姓在田间劳动的时候啊，不知道被什么咬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按照银环蛇最高的要求来处理。那我比如说我现在不红不肿，有可能是被它咬了，它多久发病呢？对呀，你这个话问的到点。这个银环蛇确实的，它是神经毒，它的发作这个速度要强好多，一般2到4个小时，它这个病情就开始发作了。啊，实际上这个蛇咬了以后要及时到专业医院去救治。哎，老师，那我想问一下，那怎么区分这种有毒的蛇和没有毒的蛇呢？你就是让它咬一口，看你晕不晕就试一下是吧？以身试，来试一下。这个问得非常好，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么有毒蛇和无毒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牙齿。所有的有毒蛇，你发现它腮腺这里都有一个毒囊，对，然后有毒牙，就像那个针管注射器一样的，对，啊，注入了人类体内。哦。啊，那么无毒蛇呢，它的牙齿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一排。排状的，你比如说这个蟒蛇，它就是一排状的无毒蛇，啊，刚才讲这个玉斑锦，它也是一排的，所以那它是无毒的。你看啊，蛇在中国呢有很多历史传说当中都有这个蛇的形象，比如说新疆出土的那个，就它交缠的那伏羲女娲的图就是蛇啊。还有你看我们永州之野产翼蛇，黑质而白章。蛇在中国它是不是非常非常受推崇？是的，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个很多医院以及它的救护车上都有蛇的标志，对吧？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它的对它就是蛇杖。除了蛇毒研究所，还研究中国的五毒。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真正意义上的五毒。五毒来了，朋友们！哇，哎呀呵，啊，是活的！还活的 ！Oh my god！
我的动呢，这么大的杀人蜂，我天！这个都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五毒：蜈蚣、蝎子，这还有蛇、蟾蜍壁虎。壁虎也是毒的啊！这五毒当中，哪一个是中毒的？这是随意猜还是一道题？你们随意猜吧，随意猜吧。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蜂，它如果蛰人的话，跟那个五步蛇比起来，谁厉害一点？我们把这个问题回答好以后，我再告诉你。对。好，我知道答案了。那么这里面是哪个中毒呢？蜈蚣。蜈蚣不是中毒的。蝎，这个牛蛙也有毒吗？那个是蟾蜍，不是牛蛙。没关系，他们那一组是这样的啊。宋老师，您觉得这里头哪个最毒？它有几个维度去衡量，你看，对不对？你看，哎，宋老师，一个是同等剂量，对吧？出现频次，与人相关。直观呢？直观，我觉得蝎子好。赵先生，老百姓最恐惧的是蝎子。对，大毒蝎子。周老师，您觉得呢？名字上很有杀气，杀人蜂。杀人蜂，我也觉得是这个。你们怎么知道是杀人蜂呢？因为它杀人呐，杀人呐。这个蜂叫中国黄蜂，又叫大黄蜂，是我们亚洲最毒的一个蜂。它这个单只的蜂啊，它1分钟之内可以把那个蜜蜂40只撕成两半，它是食肉的，吃蜜蜂的。它对一般的那个塑料网都可以咬破。一只蜂要跑出来，那个凶猛不得了，它可以多次蛰人。那这里面最毒的就是它，应该是最毒的是它。那人被它蛰了以后呢？死亡率极高，有的人半个小时就死掉了，有时候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我天，半个小时！对，实际上这个五毒啊，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大凡是有毒素的中药功效更强。您天天跟这些剧毒的东西打交道，你平时出门会带一些神奇的小药丸吗？对，我经常出门就带了一个急救包，这就我平常出门挂在腰上的。包里面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被毒虫、毒蜂咬了，这个蛇山急救包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的。这是1978年就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的。哇！它里面有一个奇门蛇药，解毒消肿的纱布、绷带，一包走天下。哇，这个好。有些人对毒蛇高度是什么过敏，有的人半个小时就致死了。或者这个毒蜂你到山上去，半个小时是没有给你抢救的时间的。对。那我们有这个包，就是救命包。肾上腺素。这一支就能救一条命。还有结扎，实际上我们经常有个误区，就是大家结扎说是把它扎1道、2道、3道，扎死，对吧？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这个要看什么蛇。那我们分2类，一种是神经毒类的，一种是血液毒的。那个结扎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咬了指头，很多患者咬的这个指头，把这里扎死。这个扎死以后有个什么不好的问题出来了呢？坏死。对了。扎得太紧以后，这边的动脉血是过不来的，静脉血呢它是不能回流。大量的蛇毒在这个地方淤积过以后就把我们的组织破坏掉了。如果你能够3到4个小时，甚至5到6个小时赶到医院，尽量不要结扎。即使你扎，往上面扎，对，轻轻的扎，用这种有弹性的。它的标准是什么呢？一个指头，很好通过。半个小时你犯一次。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老王家的这个盛松兄王所长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知识。一定要提醒大家几点：第一，如果说在乡间野外被蛇咬伤的话，通过蛇的这个咬伤的这个牙印来判断是不是毒蛇。如果是毒蛇的话，即算你做了非常好的创伤的处理，现场救治，但是一定还要去医院，必须要到专业医院去就医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的王所长，谢谢您，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赵教授和我们的周博士一起来聊聊中华饮食上下5000年的文化。来，有请2位老师。
我是赵荣光，学习饮食史和食学，并且从事教学有40多年了。哦，赵先生界定了这个领域300多个食学的术语，这个就很难了。你要知道做学问啊，某一些这个学术的术语是由你来界定的，300多个，300多个就是赵先生界定的，被国际食学界公认为中华饮食文化对外的这么一个代言人。哇！那周老师跟着赵先生学习多长时间了呢？时间也非常长了，已经有10多年跟着赵老师在从事这个饮食文化的研究。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就饮食文化研究所具体研究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经常被问到。那我想简单来说呢，就是回答谁、什么时候、在哪里、吃什么、怎么吃。好，5个 W。5个 W， 对。当然，今天啊，在开始之前，2位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测试，就是在刚刚节目开始之前，不是让大家吃了一顿饭吗？里面其实是在拍你们的。赵先生和周博士一直在幕后观察，并给场上的几位打了分。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哎，有的人现在嘴巴一直张着没有闭拢。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我觉得是一次成功的宴席。对，谢谢。那个《水浒传》是北宋嘛？我想去那个《水浒传》那里面吃那个鲁智深，吃鲁智深。那接下来啊，2队共同对战的时候又到了，请大家在下面这个视频当中找出不符合史实的地方。不是语言的问题吗？语言的问题。哦。这是个有关饮食的。我再想想。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今天啊，在开始之前，2位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测试，就是在刚刚节目开始之前，不是让大家吃了一顿饭吗？里面其实是在拍你们的。赵先生和周博士一直在幕后观察，并给场上的几位打了分。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哎，有的人现在嘴巴一直张着没有闭拢。就是中餐的餐桌礼仪，我们有个隐藏测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CR。真的有好丰盛的饭菜啊，大闸蟹，哇！咱们分座位嘞，对，我也叶子喜欢。是因为年纪最大是吗？还是因为我是唯一的女性？对。可是这个一般是买单的吧？就不用我买单吧？啊，真的吗？真的。好嘞，那我坐了，各位坐吧，好不好？好，那我坐那边。好，然后我们在我们现代的不同的宴饮场合呀，这个座次也特别的讲究。一般情况下，我们面对着门口的这个对面的方向，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位啊，留给年纪最长的或者是最重要的客人坐。而靠近门口的这个位置呢，在我们现代有一个说法，就是买单的。所以这个位置你也不随便坐啊，一般是请客的人坐的。欢迎大家来长沙 ，Hello， 我们都是你们应该是小兄弟，和我身边的这2位小伙伴是第一次见面，对，要不然就是怎么我就开始主持了呢？感觉就像个话筒来。坐的主桌嘛，怪不得单独给你叠了个这个。对，我注意到几位年轻朋友的这座宴席呀，很有时代的和族群的特征。就是大家进来以后都非常热情，很积极主动，并且关照别人。我觉得是一次成功的宴席。对，谢谢。但是如果从餐桌礼仪上来看，在行为方式方面，应当说关注不够。
比如说 SARS 之后，新冠以来，全国很多餐饮业都在推行卫生文明的进餐方法，明确的就提双筷或者叫公筷啊。那么我想你们对双筷并不陌生，对，你们一定注意到了摆双筷，对，而我注意到有位朋友吴泽林同学啊，吴泽林同学呢，他就开始，我很高兴，因为他一上来就正确的说明这2双筷子，一双是取食的，一双是进食的。谢谢。是进食空是吗？蟹钳。挑蟹的勺子。这我不知道是阳澄湖的螃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2副筷子。一副公筷，我忘了。可是他用公筷也吃了呀，就是大家我们都不习惯，你知道吗？对。我想的是，你看这样，用这个夹公筷夹到碗里，再用这只筷子吃。但真有但是，你看看，结果坐下来吃的时候，他开始就不执行这种感觉，直接用这个进食筷，就那白的夹取了。我们的这个刘同学啊，我称就刘同学。刘同学呢，还在说呢，这个取食黑的放到中间，大家用也可以呀。有这个意识。当然现在也在这样做。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呢，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的筷子放到一道菜的旁边，然后就都用那个夹。对，就比如说都是公筷。对，这个筷子就夹这个，这个筷子就夹这个。我这个已经用过了，我就放这儿了啊，这没用。那事实你也一直很愉快、轻松、自如的，一直用白筷子用起来了。是的。就总体上来，我们对这个双筷呢，没有一个很积极的认知啊。坦诚的说，我对这一点表示有一点失落。为什么呢？中国的双筷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很多城市都在普及，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到机关。因此，我想，今天的青年人真的应当很好去认识双筷，它不是一个麻烦不麻烦的问题，它是一个传统和未来的趋势。所以其实赵老师不仅说双筷非常重要啊，在古代非常重要，其实在现代啊，尤其在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冠疫情哈，在这样传染病的一些传播上啊，这样的2双筷子的分开进食和取食，对我们的健康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是的，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啊继续加油，好，坚持使用双筷。那我们接下来请2位老师选出我们今天这顿饭的礼仪之星。我们6个同学呢，或年轻人表现都很好，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有美中不足。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鳌头独占者。我们2个人的意见就是，刘同学获得9分的高分，餐桌礼仪之星。掌握这个节奏很重要。掌握了这个节奏啊，那接下来啊，2队共同对战的时候又到了。好焦灼。第一题，影视纠错题，请大家在下面这个视频当中，通过我们的刚才的学习了解到的，找出不符合史实的地方，请看。吃完饭再走吧，不吃了。好，那我送你去。好，姑姑慢走。姑姑慢走。什么年代？这是春秋，这是战国。哦，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铁锅，没有铁锅。对，臭都还不敢说，主要是炊具的问题，厨具的问题。你确定吗？相信吧。好，这一段有纠错，来。好，我们这边好了。那说好。这个侧哪了？肯定只有这个吧？对，这个应该有问题。搅不能搅，那不糊了吗？那不糊了吗？搅的工具，下面再加的。不是语言的问题吗？语言的问题。姑姑慢走，姑姑您慢走。他们那边在讨论，因为吴泽林说那个时候叫姑姑吗？应该没有姑姑这个称呼吧？姑姑您慢走，您有没有这个词呢？
这是个有关饮食的，这偏题了呀，好不好？哎，再想想，再想想。来，我们首先看看这一边。好，我们这边我就是们的答案来小百科。我认为是炊具的问题。炊具问题应该出在那口农村铁锅那样的锅当中。锅在芈月的那个秦国这个时代啊，大部分时候还是这个，我的印象当中会有这种坑式的土灶啊，或者下面自带加的陶粒或者这样的一些铜豆这样的器具。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铁器是非常难得的，炼铁工艺没有那么发达。我认为不会打成这样的锅具。对对，没有这么那个的。好，你们那边呢？是不是还是跟姑姑有关系？是不是听了我们的答案就改变了？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们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我们觉得吧，就是可能是刷锅的这个道具啊，刷锅的这个道具啊，那个是舀汤的，那个不是刷锅，那是个舀汤的勺。那是在舀汤。刷锅，刷锅水，好香啊！来，3位姑姑，你们再想想。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勺，木头勺。对对对，那时候没有那个。我是觉得那个勺太短了，勺太短了。好，接下来一边说是勺太短了，一边说是这个锅的问题。锅的问题啊，好，来，周博士来揭晓一下答案。刚才我们这一桌的同学啊，说炊具，的确，炊具这里是有一个问题的，尤其是刚才讲到的，像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灶。其实，在我们古代呀，因为能源的获得，包括燃料啊，是非常珍贵的，不好去浪费的，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是双眼的灶。在另外一个灶眼里边呢，还可以去利用这些热量，就是为了要节约呀。至于刚才你们讲的那个木勺呢，我觉得那个时代倒反而是有的啊，比较好用。画面中除了这个灶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你们看到那口铁锅，也有锅的问题，是不是特别的大？对对对对。如果真的要严格按照《芈月传》反映的啊，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大一口铁锅是放到那里去。大铁锅大概什么时候出现呢？大致的话，这样形制比较完备的铁锅的话，据有的研究的话，是在宋代，还是在宋？那个《水浒传》是北宋吗？你先别管吧。我想，你想《水浒传》哪一传吧？我想去那个《水浒传》那里面吃那个鲁智深，吃鲁智深，吃鲁智深吃的那个肘子，老香了，好香啊那个肘子。《水浒传》是这么说，我想吃水浒，吃鲁智深啊。接下来我们请周博士继续给大家出题。好了。请同学们看这幅图，像宋徽宗，他就是号称我们中国的最顶级的茶客啊。他还绘制了一幅文绘图。在这个图上呢，它就反映了宋代的一种非常优雅的生活。请同学们看这幅图，我的问题来了，请大家猜一猜哪个位置是尊位？尊位啊，尊位，看一下1、2、3、4、5、6、7、8、9、10、11，大家来报数字就行了。6号。Why？为什么？就所有人都看向他啊。对，这也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啊。但是6号，你看左边的人在给他敬酒，右边的人在趴在他耳边说悄悄话，应该是他张罗的这一桌，他有可能是这一桌组局的。哦，传局的。对，然后可能是想求1号办点事情。我觉得1号、3号的服装风格差不多，你们看。就是感觉6号他戴了袖套的那种感觉，应该是要干活的那种，你认为那是个厨师上来介绍菜的是吧？袖套，但是他这个6号，他好像不是正的啊，比如说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他在一个角上，好像是1号还是8号？1号吧，应该是1号。我觉得应该是1号位跟8号位吧。对。你看，我们现在吃饭，还有一个专门上菜的位置，是一定不会给长者或者尊者的。韩哥，按照我们家规矩啊，上菜那个地方呢，8号就是正位。我选8号。徽州人这个上菜啊，6号、7号位上菜。对，所以讲上菜的对面呢，它一定是这个8号是正好的位置。所以您认为是8号位？对，按照我们徽州应该是这样的。对，选1。来，你们认为是1号位？好学姐弟团，你们认为是几号位？8号位。8号位。跟那个汪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8号位。好，来，周博士给我们揭晓答案。其实这个的迷惑性的确很多，但是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啊。首先请大家看，在你视野这么过去的时候啊，你看正面，比如说我们最前面和右边的
凳子啊，石凳，你看啊，这里就是比较多的啊。你看1号位里，他就一个人独享了整个一边，他就一个人独享了整个一边。那我们对了。而看最上面啊，上面有很多人，你可以想，那也是很多个位置的。是在古代的这个等级和地位是，尊卑是非常的一个对，是的。他一个人独享一个案台，他的身份和地位是比较高的。当然，我们这边的同学也有道理啊，就是6号啊，他是一个目光所及，大家好像都在听他讲话听他讲话，可能他在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或者分享什么。但是我们从座次的那个重要性、尊位的话，答案是1号。1号位。哦。好，那我们刚才谁答的多一些？他们多一些。好，那我们最后一朵小红花就送给我们的小兄弟队。2组3个研究院出的问题，共同获得3朵小红花，恭喜！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是每组都有荣誉证书，对不对？来，你年纪比较大。泽林虽然智商堪忧，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顺利毕业啦！顺利毕业啦！我们感谢3所研究所的代表，给我们带来感受古往今来奇妙的研究的魅力。其实无论是古人观天地物候，品万般滋味，还是现代人各种大开脑洞的研究，其中呢都有这个细致入微的观察力，蓬勃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是人类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其实每一个看似奇奇怪怪的不正经的研究，都有可能成为撬动未来和撬动某一个学科的这样的一个支点。所以呢，保持好奇心，才能让我们永远年轻。是的。天气越来越冷，爱心却是非常的滚烫。在江西省的肿瘤医院旁呢，有一个爱心厨房，为很多病患的家庭提供了诸多的帮助。爱心厨房的创办人呢，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夫妻，他们在这里呢一共坚守了18年的时间，感动了很多人。本期我们天天向善的小分队呢，就到了这间爱心厨房，一起去问爱心厨房的病患送去温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在江西省肿瘤医院一墙之隔的小巷里，年过60的万爷爷和妻子熊奶奶开了一间爱心厨房。我来吧，今天脏活累活都我们来干。小子，麻烦你给我搞一下。没问题。我的锅不见了。这么容易的事，给我搞样的。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天气越来越冷，爱心却是非常的滚烫。在江西省的肿瘤医院旁呢，有一个爱心厨房，为很多病患的家庭提供了诸多的帮助。爱心厨房的创办人呢，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夫妻，他们在这里呢一共坚守了18年的时间，感动了很多人。本期我们天天向善的小分队呢，就到了这间爱心厨房，一起去问爱心厨房的病患送去温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江西省肿瘤医院一墙之隔的小巷里，年过60的万爷爷和妻子熊奶奶开了一间爱心厨房。这里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炉灶，1块钱就可以做1道菜。病人在这里烹制家的味道，感受滚烫的爱心。每天凌晨4点开启的忙碌，帮助300多位病患。150多斤米、200多个煤球和烧不完的开水，是万爷爷和熊奶奶18年的坚守，只为了爱心厨房最忙碌的3餐。你看他现在都已经开灯了，咱们进去看看吧。哎，那个是爷爷吧？
那个就是万爷爷，跟万爷爷打个招呼。万爷爷，爷爷你好，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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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起得很早吧？不早，4点钟起来。我们是天天向上小分队。我叫祝子杰，我叫吴泽林。谢谢。然后就是想看说早上都需要做些什么，我们来帮忙一起做一下。对，可以。现在可以洗米。好，来，好。现在刀需要磨吗？磨哟，磨呀。那我来磨刀了，我特意学了磨刀的。特意学了磨刀的。是的。好，可以。哎呀，哇，全部刀去，哗啦就到前面去。这么多刀啊！我来吧。今天脏活累活都我们来干。只有3把。爷爷，我看那上面写的调料免费，你像我们进这个店里来，你说看到了多少个免费的这个字？你看我又看到了免费用口罩，都不要钱，口罩也不要钱，调料也不要钱。刚开始这个地方是要收费的吧？就是1块钱。不收费，开始不收费。开始不收费啊！做了几个月，呀，感觉的天天来到这来煮饭，不好意思的，这是不是可以收点费？16年才加到1块钱。从16年开始变成了1元厨房。1元厨房，对。人是一感情的动物，晓得吧？是。这些人比较困难，晓得吧？我们能帮助他，帮他们吧。10点到12点是爱心厨房最忙碌的时候。多大一点那锅里就可以里。这个，好。4年前我就在这里炒菜耶。10年前，我是11年就患乳腺癌在这里治疗的，就弄点炒点吃的，会吃好一点，对身体容易恢复一点。是的。这半年每天都是在这个地方炒菜，这里方便。对，对，想做什么做什么，就买点菜啊从旁边，然后来了就自己弄。1块钱加工。是的，点外卖啊什么的吃不习惯。吃不起哟，没治病就要这么。是的，是的。天天要过来吧，要饭吃吧，是吧？那食堂的地方很难吃。还是家里做的好吃。是啊，自己就弄一下，这个茶鱼是自家带的，这样子的。反正我不说什么。切这个是吗？哎，我这里要搞3道菜，我忙不过来，麻烦你给我搞一下。没问题。洗一下，切一下，哎，来。洗一下是吗？我来。来，这个。他是要做3菜1汤，那个菜不是做给一个人，好像是要全家人都要在那边吃的。他忙不过来，然后我和子杰就是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帮他做3菜1汤。阿姨，这个是炖汤是吧？冬瓜汤是吧？随便放一点点水，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哈。想怎么搞怎么，不是你那个菜叫什么了？菜叫什么了？是不是？是炒完放水是吧？炖汤是吧？对，搞一点点水。搞一。我们家里喜欢吃我们家乡菜。姜蒜那些不要吗？姜蒜没有。姜蒜没有啊？纯冬瓜硬炒。啊，硬炒没关系，原汁原味。他们做饭的那个过程是特别紧急的，就是每个人都超级忙，然后要挤出时间为生病的家属然后做饭，有的是做2顿的，有的是做1顿的，就是觉得挺不容易的。阿姨，装在那个盒子里是吗？啊，对。要筷子吗？要几个啊？我丫头啊，来，小心啊！谢谢。给我。谢谢。没事。我说您这要不要加点水？有点炒焦了，有点。
好了，这样子。没事没事，你先去，我们吵两架。没事没事没事。我的锅不见了，我的锅不见了。我还打不打？不打了。几个菜哟？刚才一个汤啊。你关心搞个东西，人家不吃的，天哪！不能搞。不会搞，会搞。我来打，我来打。我再试一下。Yes。给病人给好饭给他吃，病人好得快一点。奶奶打饭的时候装的已经挺多的了，她是把那个饭盒又打开，又添了一坨在里面，再盖上，她就觉得这个饭很好的，多吃一点。你看2个菜就搞定了。这个。现在炒菜这个锅可以用了，这个火很大。很好炒的。是的。 2米宽的小巷，塞满了无止境的善意。对于没时间来做饭的病人，爱心厨房会做饭送去医院病房给他们。你在做什么？这是小凯的菜。哦，这是炒肉和那个煎鱿鱼。对，不是鱿鱼，鱿鱼，给我整懵了一下子。 相信吃上在爱心厨房健康又干净的餐食，病魔很快就会被驱散的，健康很快就会到来。嗨，你好，送饭给你吃啊！来，这个是你的土豆烧肉。对，哥哥他亲手给你做的，然后还有一条鱼。哦。小凯他3年前是一个比较爱运动的小朋友吧。 是9岁患的淋巴白血病，然后注射了很多的激素药物，使他的身体变得比较庞大。一定要吃的营养一些吧，就是自己做的肯定要比外面的要吃的稍微健康一些。然后我就帮他炒了一个长汤鱼，鲈鱼没有刺的。吃吗，小凯？好吃，好吃了，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他喜欢，他最喜欢吃鲈鱼。我就能看他吃饭就很开心。对。 作为一个做饭的人，只要他吃完那一口，说出一句好吃，你就满意了，真的。看看，你听说你之前喜欢打篮球是不是？给你送了一个礼物，是一个篮球。先打，就是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没事没事，手接起来。应该做的。是希望说以后你很快就能好起来，然后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打篮球，球场上见。 像这小分队，其实能够帮助他们的只有鼓励，通过精神上面给予他们乐观的态度，然后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其实这个篮球它不仅仅是一个篮球，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能够让他知道，不管在人生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内心有信念，一切事情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只是时间问题。来，小凯，用力，用力，来一下，加油！ 加油，好起来哈！谢谢。一元厨房可能对那些病患来说的意义不只是一顿饭而已，他们接下来的生活，还有他们接下来的每一天的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一元厨房，在他们的心里支起一杆梁吧，就是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家里的温暖。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我们只要有力量帮助人家，只要帮到底，我们现在是停不下来。做的这个事，他好幸福，不幸福给你做的这个事。微光是一种精神，乐于助人是最起码的，但是他们做到了坚持不懈。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善意照亮了周围的其他人，这是我们特别值得学习的品质和精神。我希望爷爷奶奶的这份18年的善念能够一直传递和延续下去，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他们。 给你买了点米鸡蛋，还有这个，我想以后应该会有很多人需要这个东西。谢谢你，谢谢。
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今天呢，我们各家媒体的朋友呢欢聚一堂，参与我们天天向上记者节，还有我们的大前辈徐丽老师，欢迎。徐老师看起来才30岁，怎么就退休了呢？这真美丽的误会。我们中国的新闻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声音，徐老师第一人。世界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中国有任何大事发生的时候，听我说。哇，太霸气了！姐夫也是记者，必须八卦不了。哟，好帅，好帅！哦，徐丽老师记经验，徐丽老师记经验。他叫我，我叫他。好浪漫啊！丹瑞也是在两会当中，因为一些创意破圈的，就这样就是一条新闻了。我跟徐老师他们，我会比较喜欢跟他们聊。这个好，这个好。所以我们在起标题的时候，离谱，韩哥。我会因为这个标题对大家关注的时间很长，对不对？大家好，我是调查记者老韩。他做过很多的卧底暗访调查。做这个肉蟹堡的时候，我就每天大概要切个几百斤土豆，就导致我就没有时间采访，只能说土豆越切越快，越切越快。演进去了。您被打过吗？暗访那种地下赌场，一屋子的黑社会掏，跑你都跑不出去。我是一名国际新闻记者，有5年在艰苦战乱地区工作，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场。好危险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最大的阿富汗难民营。恐怖袭击就离我们的驻地大概就是几百米远。和平的生活真的太美好了。其实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好的，我们感谢独家冠名商元气森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我们下周日晚10点不见不散，拜拜，拜拜。